西村叔叔公务繁忙，我就不留您了。祝您一路平安，希望下次见面是在国内。嗯。叔叔。 叔叔，请多保重。嗯。先给你全部行动！快！这是陈丽的家人，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强生呢？先不要管他。 按照你们原来的既定方案办，走，放我走。西村叔叔，西村叔叔，西村叔叔。八嘎！戒严，宪兵队全部出动，方圆500米，不，方圆1公里全部戒严，检查斜对面所有房间，任何人都不得出入。嗨！啊！ 看来这边情况确实有些复杂呀。最近日伪军经常夜间出动，随意抓人杀人，好像是冲我们特检组来的。但是又找不到线索，对吧？是的，但鬼子肯定是闻到了什么味道。你们要是避过这个风头再来就好了。西村大佐从徐州出差到上海，顺便把我父亲的骨灰给我送来。事先并没有通知我，那么杀手怎么知道西村君在我家里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我的家被监视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先监视的我，而看见西村大佐只是一个意外。爸爸。 刺杀西村叔叔的目的，我心知肚明，但这是谁干的？
有什么两样？啊？毫无疑问，无锡交通线上出了叛徒。你这话太绝对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无锡出叛徒了？上海不能出啊，南京不能出啊，哪儿不能出叛徒？你非说无锡出？哎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你别误会。无锡同样是我的家乡啊。军区首长初步认定，是无锡交通线上出了叛徒。当然了，也不能排除其他知道船只行踪的人向敌人告密。现在，我口头宣布军区首长的命令：即日起，0号特遣组的任务是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，利用你们各自在苏沪一带的社会关系，查清楚船只的去向和叛徒的下落。但是特遣组仅限于情报的收集。待你们查清了船只和叛徒的下落之后，军区会另外派特工队前来完成夺船和惩治叛徒的任务。你们都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。魏南，啊，应该是吴组长了。你马上与池老板取得联系，让他尽快的帮助我们查清交通线上有无叛徒，有是谁，活动范围等等。请首长重复一下我的任务。你这什么毛病啊？要与池老板见面，你就兴奋的连任务都听不清了？好，我再重复一遍，你马上与池老板取得联系，让他尽快帮助我们查清交通线上有无叛徒。就等着首长的这个命令呢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吴同志，你在无锡认识交通站的同志？哼哼，他何止是认识。袁部长，请稍坐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兵贵神速嘛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说无锡出了叛徒，他就不高兴。哎，不能瞎说，怎么这么瞎联系呢？好，0号特遣组的行动正式开始，代号“洪湖行动”。姑娘们，来，第1阶段集结潜伏的任务，你们完成得很好，我很高兴。来，敬你们一杯。怎么都不喝？行了，先干为敬。另外呢，我传达一下军区首长的口信。你们要是对这次任务感到力不从心，感到为难，没关系，毕竟你们不擅长于情报工作，啊，现在想要退出还来得及。明天又回各自的部队去。哎，来都来了，凭什么走啊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夺船除奸的任务啊？啊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儿不高兴啊！啊，我明白了。小山，你怎么跟首长说话呢？有的说的对，袁部长的话，听着的确让人心里不舒服。老王啊，我终于明白你的苦衷了。这群小娘鱼不好带呀。你光知道不行啊！今天我说句实在话，将来真要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可不能当甩手掌柜的。哎，哪能呢？喂，掌柜的在吗？首长派我们到无锡搜集情报，就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，有一定的社会关系，这些有利因素对将来的夺船除奸同样需要，而且更重要。派特工队来夺船除奸，你先问问他们，无锡有几座码头都在什么地方？
无锡的八门三关在哪里？内城河是什么走向？无锡城和太湖之间有几条河道相连？他们知道西江吗？知道许树关吗？知道无锡的惠山、西山怎么走吗？从无锡出城怎么走又安全又方便？如果把你们送回昨天上船的地方，你们还能原路返回吗？我们不否认，军区特工队的战斗力强，但如果把他们的眼睛蒙上、耳朵堵上，他们怎么发挥他们的战斗力啊？而我们的优势恰恰在于对于无锡的一切了然于胸。军区特工队到了无锡吃什么？无锡人早点一般爱吃面，这里的男人几乎每天一碗面，和面的讲究那就多了哦。到时候你往面馆里一坐，伙计问你，硬面、烂面、紧汤、宽汤、重轻、免轻、重椒、轻面、轻椒、重面等等，先生你要哪种？特工队一帮北方老爷们，啊，我先不问他们能否听得懂，你能听得懂啊？听不懂了是吧？正好，警备司令队的2个人就坐在你旁边，一看，一个个连无锡人吃面的习惯都不知道，再加上一口苏北话，蛮好。跟我们走一趟，先把你抓起来再说。你还出剑？早就被人家给除了，你晓得吧？无锡现在是沦陷区，不适合硬碰硬式的正面作战。特工队是必要的，但应该跟特遣组各有分工，里应外合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佳战术。别拿萝卜不当菜。老王，你看这，他们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。没道理，袁部长，千万不能动摇。这样，你明天最好把他们几个都请回去。我呢，对南方这一带比较熟悉，情报工作，我带几个苏沪一带的男同志，照样可以完成任务。卡西莫多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凭什么让我们明天就走啊？卡西莫多？谁卡西莫多呀？老王，怎么着，换代号了啊？都扯到巴黎圣母院去了啊？毕竟是首长，有文化，懂艺术。卡西莫多长得这个样子啊，敌人看他一眼就会记住他一辈子的。他这个长相实在是不符合搞地下斗争工作的特殊要求。首长，我们强烈建议给我们换一个帅哥来当指导员，要不然啊，影响了我们美女的战斗力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们没提醒首长哦。王，你这是怎么得罪他们了啊？我觉得老王一直是很英俊的啊。少主从一开始就对我们有偏见，吴组长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他的偏见来自于我们是一帮没有敌战区斗争经验的细毛丫头。就算我们没有斗争经验，但我们照样和特高科的鬼子挠胖挠。旗袍店、桃花坞、杀阿三，3次战斗，规模不大，却击毙了10几个鬼子，1个叛徒。你凭什么？胡闹！谁叫你们开茶界的？啊！王德才，你不要命了？你们生怕敌人不知道你们存在是吧？你们这样贸然行动，就等于捅了马蜂窝，引起了敌人的警觉，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危险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！
置生死于度外，有勇有谋。要不然你现在根本就没有机会坐在这儿，对我们发号施令。你早到我坟头给我烧纸去了，真的。扫帚平时凶巴巴，这次话说得漂亮，像个负责任的大男人。对，你们都是我的兵，啊！虽然你们平时都不给我省心，但是今天我当着首长的面，我必须要实话实说，是吧？部长，特遣组这么干肯定是迫不得已。敌战区的情况瞬息万变，一变就可能刀枪相见，遭遇战自然难免。好吧，事已至此，补救措施立刻跟上。从最坏的角度考虑，立刻暂停与无锡交通站的联系，所有行动冷却一段时间再说。联系好了，后天与池北吉见面。刚才你不在场。派你来无锡，的确是考虑到你跟小池的特殊关系，既便于执行任务，又能解你们的相思之苦。难道你执行任务仅仅是为了跟小池见面吗？是你们见面重要，还是池老板和交通站的安全重要？啊？袁部长，您这情况也了解的不少。那我真心的还是希望你明天走的时候，能把这几个都带回去。你这几个女儿家，一个个如花似玉，正值青春年华，你在解放区干点什么不好？你干嘛非要跟在我屁股后边，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舞刀弄枪？你说万一有个好歹，我怎么向你交代？怎么跟首长交代？怎么跟他们的父母和对象交代？我害怕呀，老战友。计划已经启动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
营长，大小姐来了。何营长好雅兴，秉烛达旦读春秋嘛。大小姐见笑了。我怎敢和关羽相提并论呢？当年关羽身边虽说是2位嫂夫人，但那毕竟是2位佳人。我这儿也就1碗羊汤，1盏孤灯，凄苦得很。但是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嗨，这本书里既没有颜如玉，也没有黄金屋。不过若论经典，那堪与《春秋》相比。这是贵党领袖的大作，论持久战。来，真是想不到啊！你这个黄埔军校16期的高材生，居然也看禁书吗？别说我看，委员长和戴局长也都在看。再这么等下去，会耽误咱们出城的时间。我要为你安全返回军区负责任。再等等，我也是临时让上官去何燕那儿摸底。他走得晚了点儿，但是我们必须等他回来，把何燕的态度带回来，因为他的态度很重要，这关系到咱们夺船的时候，如果需要武力增援，咱们是派军区特工大队长途奔袭来无锡，还是请敌后独立营足不出户伸把手？对了，我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在街上出手相救，恐怕……大晚上过来，就是为了来谢谢我？当然不是。冷了吧？刚喝完羊汤，容易出汗。来，别着凉了。谢谢。我是想这样，如果你愿意帮我，就不要问我在干什么，可以吗？到目前为止，我问过你来干嘛了吗？没有，这样很好。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干的都是抗日的事。贵军干嘛这么客气呢？这还要保证吗？照你这样说，没有何妍这个独立营，咱们还不干事了。但眼下独立营齐装满员就在无锡，如果何燕愿意，咱们又何必舍近求远的从苏北派队伍来呢？那天姑娘们说的有道理，特工大队清一色的北方人来无锡参与行动，的确有诸多不便，而独立营的官兵90%以上是无锡及周边县乡的本地人，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。这种近水楼台的优势，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呢？大不了明天回军区，无锡再多待1天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银丝面没吃呢，正馋着呢。上官，哎，谈得怎么样？何营长什么态度？联手抗日他没意见。但说我和他毕竟分属国共两党，各为其主。如果只是一般的救援护卫，看在我的面子上没有问题。但要动用他的独立营出兵作战，坚决不行，除非有军统的直接命令。这个结果，应该是在我的意料之中。不过，请何营长助我们一臂之力，这个想法不能放弃，继续与他保持适度的联系。行了，不说这事儿了，咱们还是回到军区原定的计划上来吧。《红楼梦》。既然何营长说动用独立营作战需要军统的指令，那咱们就只能回到原来的方案。哎，这是军统与何营长之间电台联络所用的密电。
剑刀用密码发来急电。念。洪湖行动明天正式启动，请指示。剑刀。告诉上官秦岚，尽全力为洪湖行动多做贡献，争取立功，以获得共军的绝对信任，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。洪湖行动若需要军事援助，上官可以共军身份和国共联手抗日的名义，请何言配合，但切不可将自己军统之绝密身份暴露给任何人，包括何言。3个沙狗，嗨，人在。走。哎。快告诉我，那几条军火船在不在这儿？在，站长，我寸步不离地保护着他们。我的天哪！你知道吗？我这半条小命全保下来了，真是老天在帮我。站长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行了，咱们进屋再说。好，走。哎，你们船队被袭后的第2天。无锡交通站就给袁部长发去了急电，并将事情向军区做了紧急通报。这无锡交通站的消息蛮快的。谁呀？池北吉，池老板，真得感谢他。这个池老板的脑袋啊，可够灵光的。我在这1个月，快急死了，想出去报信，可这4条船我是一步都不能离开，我不能再失手，再出事了。你做得对。3天前，袁部长来到无锡，向我们传达了军区首长的命令，要求我们迅速查明这5条船只的下落，并不惜一切代价自己夺船。我听袁部长说，你带着这4条船逃进了太湖，我马上就想到了小刘这个联络点。请示袁部长以后，我们呢就连夜赶到这里碰碰运气。哎，吉星高照啊！果然你和船都在这儿，哎，那可是个好兆头啊！这些天呢，我一直在鱼棚上挂着虾篓。就等你来了，我都已经懊悔死了。5条船，我偏偏把最要命的电台船给丢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责任嘛也不在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鱼棚联络点是我们长江兵站的一个联络点。小刘呢，他是这儿的负责人。华峰，他是专门负责船队押运的船老大。都是我的亲密战友。刚才我们都看到了。说实话，我和上官都非常感动。华峰保住了这4船军需物资，哎，你说这战友重逢呢，难免情绪激动啊。对了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干？先去看船。好。你要谢谢袁部长，他出的这个点子非常好。
否则的话，你天天在迎宾楼端茶倒水到无锡来有什么意思啊？今后可就不一样了，你到各大饭馆去给吃客们唱评弹，稍稍留意，就能发现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。大饭馆天生就是情报的发源地。我在大饭馆当过厨师，我晓得。哦哟，你马上就要变成情报女王了，侬晓得吧？还是袁部长脑子活络。那个卡西莫多啊，他是永远想不出这个点子来的，害得人家前段时间跑堂子都跑累死掉了。你看人家小手，喏，都肿起来了呢。弄你资产阶级娇小姐的臭脾气就又来了，这算什么？你看姐姐的手，纯粹的无产阶级，侬晓得吧？娜娜，你看这样行吗？评弹新秀。哎呦，还小姐，看来我以后挂头牌有希望了，像那么个意思。那就这样，我马上把广告贴到咱们店门口。好，生火一念。好嘞。十年满回沙里生，不听恩难。好。韩先生，今天这段杜十娘基本是专业水平了。哎呦，不敢，在花子月老师面前，梅竹还只是学生。我开紫月评弹会所，就是为人人雅士交流评弹技艺、研讨中国文化提供方便。韩先生要常来常往哦。另外，紫月仅以紫月茶酒楼东家的名义，邀请在座诸位今晚在迎宾楼欢聚。一，庆周年；二，馈众朋。站长，这些船呢，看着藏得蛮严实，但是不宜久留啊。这湖面上，湖匪活动猖獗，这鬼子的巡逻组织来往密集，咱们的船随时都有被发现的可能。这样，我回去以后马上给袁部长发电报，让他尽快拿出行动方案，把船给运送出去。你跟小刘千万不能有半点疏忽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。是，站长，那我就不送了，一路小心，多保重。不好，鬼子巡逻船！站长，你们顺这条路赶紧走，我跟小刘把他们引开。走。前方有敌枪。二贵，你弟认为他们是什么人物的干活？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家。想好，教化教化你。你弟认为我们追随划算，人除了吃饭还需要花姑娘的。要是花姑娘，你信不信？相互射击，全速前进！怎么了？快点，快点！鬼子想的。越来越近，快！哎呦！哎，给我起来！哎呀，小凤子，你能不能别趴下？这鬼子追上来！队长，把人都带起来！前面，回来！下！小乐，你们不要背了，不行，跑不动了。
自不同的世界，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，在错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，谁也无法改变。风没听到我在哭泣，雨没体会我的焦虑，剩下的只有各自的是你，最后孤身远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能再继续把我的爱丢弃在有情回忆，让挚爱遥远，看花儿凋零，四季流年，弹指逝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愿再驻足，曲折的爱会成就更多幸福。我会坚强，我会领悟，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美的结